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我做自媒体节目以来的第999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将跟大家介绍川普总统的几段婚姻，看川普总统他究竟是一个花花公子，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么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会给大家报告我的1000期，也就是明天我会推出我的1000期。那么1000期，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那么这个节目的内容，大家呢到我的后半段呢，我会给大家呢有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先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是介绍川普总统和川普总统现在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婚姻，以及川普总统他过去以往的一共3段婚姻。那么从川普总统的3段婚姻，我们看川普总统究竟是一个花花公子，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那么梅拉尼亚作为第一夫人，这个第一夫人她怎么当好她的第一夫人？其实梅拉尼亚是一个像翡翠般的绿叶，那么这个绿叶要怎么去衬托川普总统这朵大红花？川普总统呢，大家都知道，他今年呢已经有74岁了，他比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要大24岁。他们在2005年结婚，到今年呢已经呢有15个年头。那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她是1970年呢出生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哪里呢？就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她是前南斯拉夫，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生的。她当上了第一夫人以后，她已经开创了美国历史，也就是美国历史上，她是美国历史上第2个外国出生的第一夫人。上一个外国出生的第一夫人还在200多年前，是当时时任的总统叫约翰·亚当斯总统，他的夫人叫路易莎。路易莎是1775年在英国伦敦出生的，所以说梅拉尼亚是时隔200多年之后，美国才迎来的又一位在外国出生的美国的第一夫人。那么梅拉尼亚是怎么当上第一夫人的呢？可以讲梅拉尼亚她做梦也没想过她会当上第一夫人。她其实呢是一个模特儿，她在16岁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商业模特了。她到18岁的时候到意大利米兰呢注册了她自己的模特经纪人。大家都知道，整个意大利啊，它这个时装秀非常的热闹，全世界的这些时装师都在意大利，尤其是在米兰设计他们各种走秀的时装。那么梅拉尼亚凭借她一流的身材，她自己走猫步，走模特，走的那么标志的步伐，所以说她很早，她16岁就成为职业模特。因为她模特特别出色，她自己本人呢是1996年持 H1B 的签证呢来到美国。由于他这个模特儿水平相当高啊，所以说呢，他很快呢，在2001年他就获得了绿卡。他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有智慧，他会6国语言，这6个语言就是他自己的母语斯洛文尼亚语。其次呢，他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还会塞尔维亚语。所以说呢，他也是一个语言天才。本人呢又是出色的模特儿。他到2005年跟川普结婚的时候，他还是绿卡持有者，直到生下了他的小儿子巴伦。在他生下小儿子巴伦那一年，就是2006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籍。当然了，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真的当上了第一夫人。但是当川普竞选成功，他真的成为白宫的第一夫人时候，这时候呢，他是非常严格律己的，他是要做好这个绿叶，衬托好川普总统这朵大红花。所以说呢，第一夫人在各方面来讲，对自己都是要求非常严格，她从来不抢川普总统的风头。在川普总统出席的各种政大和社交礼仪场合，梅拉尼亚总是表现出优雅的风范，在各种帮助川普总统慰问美军的活动，以及参与川普总统出席的国家重大的各种庆典活动，包括接待外国元首，包括随同川普总统出访，梅拉尼亚总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分寸。可以讲，这个第一夫人真的是非常难得，也不知道川普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最终呢娶到了梅拉尼亚。我呢放一段小的视频，让大家看一下梅拉尼亚的工作和她生活的画面。这段视频呢只有2分钟，大家可以从这段画面里面呢看到第一夫人的风采，更能看到她这一朵翡翠级的绿叶是怎么衬托出川普总统这朵大红花的。
作为白宫的第一夫人梅纳利亚，她是从来不摆谱。白宫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报道，说是梅纳利亚呢在2018年圣诞节前，那个圣诞节前呢，正是川普总统非常非常忙，因为呢在2018年的这个圣诞节前呢，川普总统是赶到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商讨中美之间贸易战的一个协议，也就是那时候中美之间贸易战打得正酣。而就在那个过程中呢，又出现了呢，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抓捕了中国华为的这个公主，也就是孟晚舟，也是那个时候被抓捕的。所以那个过程中呢，川普相当的忙，有很多国事要处理，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大事呢，川普呢也要亲自去参加。所以说，川普呢作为总统来讲是分身乏术。那么梅纳利亚呢，身为第一夫人的她呢，就代表总统呢去看望了多个美军部队。她曾经到美国2个军事基地去慰问美军官兵。当时呢，她是乘坐了一架鱼鹰式旋翼的直升机。这个直升机如果第一夫人称是有一定危险、有一定风险性的，因为这种飞机不能够保证100%的安全。但是梅拉利亚作为第一夫人，她根本就没有摆谱，她根本就不愿意去享受总统的特权，她没有动用总统的专机海军陆战队1号总统的专用直升机，而是就乘坐了鱼鹰式的这个旋翼直升机。所以说她这个行为啊，她赢得了白宫和美国上层很多人对她的尊敬。也就是梅拉利亚作为她第一夫人，她尽到她的职责的时候，为总统衬托总统的风采的时候，她从来不抢总统的风头，也绝不随随便便占用国家的资源乘坐总统的专机。同时，她在每一个场合去看望那些美军时候，都把总统的问候送到。所以说呢，梅拉利亚真的是不可多得的、非常优雅的一位第一夫人。所以说，川普总统他当这个总统，他有很多烦心的事要操心，而第一夫人为他担了很多忧。所以说，这个第一夫人是非常称职的。川普总统呢，他有过3段婚姻，每一个嫁给他的人呢都没有想过，川普有一天呢，他真的入主白宫当了总统。那么川普年轻的时候呢，可以讲也是大帅哥，川普呢也非常有钱。川普年轻时候用花花公子来形容他呢，也不算过分。但是呢，川普呢，尽管他有3段婚姻，但是每一段婚姻，川普呢都是有情有义的处理。可以讲，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这个第一千金伊万卡这个大美人是万众瞩目的，而伊万卡恰恰就是川普总统第一任太太和他的爱情结晶。川普认识他的第一任太太的时候是在1977年，当时川普也不过是31岁，而他的太太伊凡娜呢，当时呢只有28岁。而川普跟他的认识呢，纯粹是川普泡妞的结果。可以讲，川普是个撩妹高手啊。当时呢，这个伊万卡的母亲叫伊凡娜，她呢本人是捷克人。她在捷克呢，是因为她自己身材高挑，所以呢，她成为优秀的模特儿。但是呢，她小时候呢体弱多病，所以说她的父亲呢就希望呢她能够多多去滑雪，来改善她的体力，提高她的体力。哪知道她这个滑雪一滑就滑到了国家队，滑得非常好。滑进了国家队，还在国家队里面认识了一个加拿大籍奥地利的滑雪运动员。所以说呢，伊凡娜呢，最终呢，她认识了那个运动员以后，
开始了他们第一段婚姻。她嫁给了那个运动员以后，她最终呢是移民到了加拿大。她到了加拿大，因为她是滑雪运动员啊，而加拿大当时在1976年要举办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那么这个奥运会对全球宣传的时候，就有一个重点的宣传一站在纽约。这样呢，伊凡娜呢，她就获得了到纽约去宣传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这个机会。那么她那一次就和她的一帮模特的小姐妹和滑雪运动员一起到了纽约，在纽约呢准备呢宣传蒙特利尔奥运会。就在宣传的这个期间，他们有一天晚上呢，他们到一个酒吧，到一个高档餐厅里面去就餐。而纽约那时候的餐厅呢是必须打电话订餐的，他们呢根本就没有订呢，他们就到门口就只能是排队，就是排到别人的座位空出来以后，然后呢司座员才会把他们叫进去。所以说他们在排队的过程中呢，就给川普看到了。川普是这家高级餐厅里面的常客，所以呢，川普来时候那个经理呢都是给川普留位置的。那么川普看到这个美女在那等位置，川普就上去呢，很有礼貌的、很绅士的问伊凡娜：“你是不是因为等座位？如果你要等座位的话呢，我可以让经理呢给你安排座位。”说这个伊凡娜一看，哟，美国的帅哥，金发帅哥来主动邀请他，说是座位有了，有座位就坐啊。所以说伊凡娜就这样坐在川普给他安排，通过经理给他安排的座位，优先进入了餐厅。就这样，川普就认识了伊凡娜。那么川普跟伊凡娜认识了以后，很快他们就进入了热恋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川普是单身，川普也就31岁，伊凡娜是28岁。伊凡娜呢虽然有过一个短暂的婚姻，但是川普呢他根本就不计较，川普呢很喜欢这个伊凡娜。这样呢，川普和伊凡娜呢，很快呢，他们就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生了2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这个大美人，川普现在的第一千金伊万卡，就是这个伊凡娜和川普的爱情结晶。但是这段婚姻呢，只持续了13年。到1990年的时候呢，川普呢和伊凡娜呢2人就协议离婚了。这个离婚呢，川普呢付出了很高昂的代价，也就是川普付出了2500万美元的这个赡养费供给这个伊凡娜。包括呢，这个伊万卡呢一直在川普身边长大，川普始终呢培养着伊万卡。今天伊万卡有那么出色，都跟川普这个负责任的父亲有关。川普虽然他结束一段婚姻，但是他对他的前妻是支付了高昂的抚养费的。而且川普2任前妻现在都健在嘛，他那2任前妻通通在夸川普嘛，没人说过川普什么不好的话嘛。所以伊凡娜是跟川普是在一个高档餐厅里面偶遇认识的，然后这个认识就开始了他们这一段婚姻。而这个婚姻的结晶最优秀的，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伊万卡现在就是川普非常得意的一个大女儿。所以我给大家放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伊万卡和她的母亲伊凡娜，你看这一看就是美人胚子。所以伊凡娜因为是模特儿，是美人胚子，因此她的女儿伊万卡当然也是美人胚子。后来呢，川普在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几年以后，在1993年呢，川普呢又有了第2段婚姻。他这个第2段婚姻呢，他第2任妻子叫玛拉。他跟这个玛拉结婚的时候呢，川普当时已经是纽约知名的建筑商，是亿万富翁，是花花公子，所以说婚礼的场面很大，上千个嘉宾来出席，很多社会名流，包括辛普森都亲自来参加。美国媒体呢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因为那时候川普的社会地位很高了。玛拉结婚的那一天呢，川普呢给他打造了一个非常优质的婚纱，这个婚纱非常昂贵，上面镶嵌了300多颗钻石，还有一束呢粉红色的玫瑰。比起第1任妻子，这个婚姻呢是非常奢华的。当然了，这时候川普的条件和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只是呢，这个第2任妻子呢，她这个婚姻呢跟川普时间很短，只有4年呢就分了手。那么最终呢，川普也是付出了高昂的上百万美元的抚养费。玛拉呢跟川普呢生过一个女儿叫蒂凡尼。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玛拉抱着她的女儿蒂凡尼，旁边站的是川普和他的大女儿伊万卡。这张照片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玛拉和还怀抱在手上的蒂凡尼和川普以及他心爱的大女儿伊万卡。这是川普的第2段婚姻。川普虽然结束了他的2段婚姻，但是川普对他2任前妻都是有情有义。除了支付高昂的这个抚养费之外，最关键是川普把所有的儿女川普都留在自己的身边，川普对每一个儿女都尽到了他自己最大的父爱。所以说川普的儿女培养得非常成功。2016年大选的时候，有一次川普和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的希拉里，他们俩进行一个总统辩护。那么当时呢，主持人就要求，就说你们俩啊，不要每次都攻击对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总统竞选嘛，到最后还剩2个竞选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讲对方不好嘛。所以说主持人讲，你们今天必须要在对方身上找到一个优点，说这是最起码的。要想担任国家总统，怎么可能在对方身上发掘不了优点呢？所以你们俩都得讲一个。
那么要川普评价希拉里的时候，川普想了一下，川普就说希拉里这个人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他的坚持，是他的坚韧不拔，是他自己从不退缩，是他自己瞄着自己的最高目标，他一步一步的前进。从最初他从中学开始起，他进入政坛以后，他始终瞄着他自己这个目标，他从来没有退缩过。也就是希拉里的坚持和他的坚韧不拔，给川普呢留下了呢相当深刻的印象。那么主持人问的希拉里就说：“你评价一下川普的优点呢？”希拉里就说：“川普最大的优点是川普的儿女培养得好。川普有很多儿女，但是他儿女个个优秀，这说明是川普他除了尽到他自己应该尽到的父爱，他给予儿女足够的财富之外，他最重要是对儿女的精神培养。所以说，川普的儿女非常非常的优秀啊。尽管2任前妻跟他离婚，但是每一个孩子在川普身边，川普都对他们精心培养。他们的儿女基本上都是美国名校毕业。你比方说这个伊万卡，伊万卡是川普跟他第1任妻子生的最大的女儿。伊万卡是81年出生的，伊万卡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登商学院毕业。川普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那么伊万卡的弟弟，也就是川普的第1任妻子，跟川普生的最小的儿子叫埃利克。埃利克是84年出生的，他是美国乔治城大学毕业的。当时川普在2016年大选竞选的时候，川普那时候没什么团队啊，因为川普从来没从过政啊，所以说他的儿女全部参与了川普他竞选过程中的造势活动。你看伊万卡在帮助父亲竞选的时候，他仅仅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句话，就告诉你他的父亲是一个斗士，他父亲总是做得最好，他父亲总是把他自己能够做到顶级。 My father is a fighter. When the primaries got tough, and they were tough, he did what any great leader does. He dug deeper, worked harder, got better, and became stronger. 这是伊万卡对他父亲的评价。而埃利克呢？埃利克在他整个帮助父亲助选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让川普相当感动的话。他就说，今天他父亲又给他做了一个新的榜样，他父亲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父亲再一次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的儿女。他身为川普的儿子，他感到无比的骄傲。This November, I ask you to be true to yourself and vote for the candidate who you know is running for the right reasons. Vote for the candidate who has never been a politician. Vote for the candidate who has never received a paycheck from our government. Thank you. Vote for the candidate who can't be bought, sold, purchased, bribed, coerced, intimidated, or steered from the path that is right and just and true. And quite frankly, friends, vote for the one candidate who does not need this job. Never have I been more proud to be a Trump. Never have I been more proud to be my father's son. I am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is journey of which he's invited me, Don, Ivanka, Tiffany, Melania, my beautiful wife Laura, our entire family to play such an integral part. Dad, you have once again taught us by example. You are my hero. You are my best friend. You ar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这个话讲的时候，川普当时已经禁不住他自己眼泪要奔涌而出，因为川普有那么优秀的儿女，你就可以看出川普在他的儿女身上他花费了多大的功夫。所以说，川普尽管他有几段婚姻，但是他无论是对他的前妻还是对他的儿女，他都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这才有我们看到的川普有那么多优秀的儿女。川普在结束了他自己的前2段婚姻之后，川普呢就认识了现任第1夫人呢梅拉利亚。梅拉利亚和川普的认识跟川普的第一次婚姻呢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川普认识他第1个太太伊凡娜呢，是川普呢主动撩妹，是在一个高级餐厅里面吃饭。而梅拉利亚呢和这个呢有点区别，因为梅拉利亚
亚呢，她是一位优秀的时装模特儿，她呢是被意大利一个富商把他们整个这个模特儿呢从欧洲呢请到美国来，请到纽约，在纽约呢搭起 T 台，每周呢都举办呢各种模特走秀活动。那么梅拉利亚呢，因为她出色的演技、高挑的身材和她自己的迷人的微笑，所以呢引起呢在纽约呢这个富商期间呢是争相目睹。那么川普呢，作为这个意大利富商邀请的其中的一个富商呢，川普呢也去参加了这个时装走秀。而川普去的那一次，恰好是这个意大利富商呢安排了很多杂志的摄影记者、很多电影的制片人，通通赶到。因此在那一场演出中呢，梅拉利亚呢非常出彩。而这个非常出彩的梅拉利亚被川普呢一眼就看中了，所以川普马上就认识了梅拉利亚，和他呢交换了名片。可以讲，用闪婚闪恋来形容川普和梅拉利亚的婚姻都一点不过分。川普认识了梅拉利亚以后，马上就进入了热恋状态，而梅拉利亚那时候还只有绿卡。他认识川普是一位大帅哥，是一位亿万富翁，是纽约顶尖的建筑商。这时候呢，川普虽然有过2段婚姻结束了，但是川普的有情有义是让梅拉利亚对川普呢是情有独钟的，所以他们这个热恋呢速度很快，很快呢梅拉利亚呢就怀上了川普最小的一个儿子巴伦。所以川普听说梅拉利亚已经怀上了巴伦以后，川普就赶在2005年，川普和梅拉利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个婚礼川普搞的场面非常非常大，花了很多钱。川普为梅拉利亚定制了迪奥礼服，长裙上绣了1500多颗钻石和珍珠，是川普3次婚姻里面最豪华的那一次。那时候呢，梅拉利亚就认为她只是嫁给了一个富商，川普也作为一个富商迎娶了自己第3任年轻的太太。这时候川普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入主白宫，日后他会选择从政，这是指2005年。但是10年以后，也就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川普开始发起了向总统宝座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梅拉利亚每一次在川普竞选的过程中，都不断地辅佐丈夫，不断地在各个场合支持着丈夫，是她迷人的微笑，是她展现自己十分优雅的绿叶的风采，衬托了川普这朵大红花，最终呢让川普呢荣登总统宝座。而川普这一任，大家都看到太难了。川普当这个总统真的是万夫所指啊！美国民主党吧，欧洲人不配合，共产党给川普穿小鞋，不断地对川普的各种合围。今年又发生了疫情，造成了大量的美国人的死亡。疫情还没结束，又来了黑人命贵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安提法运动。所以说，川普在应付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他的太太梅拉利亚第一夫人始终站在他的身边，始终守护着美国的价值观，始终守护着川普那个高傲的灵魂。所以说，我相信在梅拉利亚的这个支持下、的辅佐下，川普在今年的大选，川普一定可以再次连任。好，今天川普的故事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跟大家谈一下我自己的1000期的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已经做到了999期。那么也就是这一期节目做完之后，就是建明的第1000期。那么建明的第1000期节目呢，是我呢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我的一档特别节目。这个特别节目里面，它的内容是建明告诉大家建明曾经经过的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然了，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最终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也就是被中共把它无情的摧毁了。具体的内容，大家呢明天看这个1000期。只是呢，很多会员朋友，就是订阅了建明会员的这些朋友呢，在你们今天呢看完了999期之后，你们在会员专享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了这个1000期。我算是呢提前发出来，因为呢建明十分感谢那么多会员朋友。自从我在今年3月份开通了会员频道之后，那么长时间以来，有很多会员朋友，他们每个月都给了我很多支持，用他们会员费的方式表达了对建明的一个支持。但是建明呢一直呢没有任何福利照顾到会员朋友们，一直也没有给会员朋友们提供任何福利，所以我一直呢有一种呢良心上的不安。那么今天这个1000期节目提前在会员频道把它播放呢，算是我对会员朋友们小小的一个福利，非常感激大家你们那么长时间来给我的这个会员支持。那么不是会员的朋友呢，在明天呢都可以看到这期节目。建明呢做自媒体节目呢整整坚持了3年，3年呢走过了1000个日日夜夜，是你们的支持让我始终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1000个日日夜夜，每天1000天，每天都做重复的这么一件事，然后每天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个节目上面，那肯定是对个人一个意志的考验。
那么建明呢，从来没有松懈过。这么长时间以来呢，我这个自媒体呢，可以讲我这个自媒体就叫一个人的自媒体，我没有任何团队的。所有的图片的编辑，所有的视频下载，包括所有视频里面穿插各种文字，包括我自己写的提纲，可以讲所有的配图插文里面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键盘一个键盘敲出来的。所以说呢，每天占据我大量的时间。但是呢，建明呢从来不随便忽悠观众，从不随随便便草率的制作一期节目，因为我每一期节目我可以讲我都是精心制作，它倾吐了我非常多的心血。我在这个岗位上战斗，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我就是一种理想，就是我一种情怀。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每天在这个战场上的不断的奋斗，能够唤醒中国那些还不知道真相，或者那些还被共产党洗脑麻痹的中国人群。也希望很多已经来到海外，能够不需要翻墙，自由上网，可以浏览各种网页的这些华人朋友们，能够透过建明每天的这个号角声，能知道对共产党，我们每个人如果加入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邪恶的政党应当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把它结束。所以说建明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至于我整个这个编辑节目里面呢，会有很多视频，会有很多图片。曾经有一些朋友呢，他对这些视频和图片呢，他有一些不习惯，尤其是插入一些比方说习近平啊、华春莹啊一些中共的一些要人的这些图片呢，他们不喜欢看到这些人。我理解这一部分朋友的心情，但是呢，建明做节目呢，把他们这些人放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是有助于我更加的把节目精心制作好。因为我配的每一幅图片、每一个视频，实际上都是配合我的节目，能够让我所有的观众更了解剧情。可以讲，一个优秀的自媒体节目，它不仅仅是需要大量的图片、大量的资料，给观众带来一个巨大的信息量，同时也让所有观众通过图片、通过视频了解它真实发展的那些真实的来源。最重要是我们要把节目讲得生动活泼有趣，而且让朋友们听了以后就马上读完这个节目以后就什么都了解了，所有的时政大事都了解了。这是建明呢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大家都知道，YouTube 从今年武汉疫情之后，一直是对谈论疫情的都是给予黄标的，而且我们的节目里面插播的图片越多，插播的视频越多，黄标就越多。那么为什么插播视频、插播图片会得到黄标，你还要继续插呢？那也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建明做节目是考虑这个节目里面的阅读性，是考虑这个节目观众最大的信息量，是考虑观众对这个节目更喜欢，我要提高节目的质量性。所以说，为了提高节目的质量，我就必然会插一些图片和插一些视频。我这些图片和视频，有的是为了说明我讲的这段事实的来源。大家看我经常发某些图片的时候，图片里面的内容和我宣讲的内容，也就是互相印证的。这样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讲的这段事实是有来源的，是有真实来源的。我每天都要看大量的中英文资料，要浏览不同的中文和英文的网站，要看很多及时的信息的各种时政资料。因为只有我把信息资料收集全面了以后，我才能把这些资料用到我的节目里面去。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互联网上的谣言是非常多的，我也不可能能做到我自己个人能够甄别每一个谣言。所以说，我对那些感觉到这个新闻很惊悚，但是它是不是有真实来源，我往往都要到英文网站上去查询它英文上的报道，在我能够得到证实的情况下，我才会把这一段内容用在我的节目里面。可以这样讲，精心制作每一期节目是建明的一个任务和一个目标。我根本不在乎 YouTube 给过我多少黄标， YouTube 给过我多少打击。那么今年3月份开通的会员频道，显然是很多愿意支持建明的朋友们通过会员支付会员费的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帮助我度过了这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导致的收入的严重下降。因为从今年3月份以后，我就没有干过任何别的事，除了每天做节目。现在目前订阅建明频道的有将近200个会员，这200个会员，他们每个月每人通过不同档次都给我支付了一定的会员费，是你们给我的支持，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温暖。但是从来没有给过会员朋友们任何福利，我真的是一直经常是惴惴不安。所以说呢，我想过，
我的1000期节目呢，就作为我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1000期节目之后，我打算呢对我的节目呢做一个微小的调整。这个调整呢，也就是我在每周7天里面会拿出1天来为会员们做一个会员俱乐部的专享频道的服务。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字幕组的朋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很多呢身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时区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加入了建明的字幕组的志愿者团队，给我所有的新节目和我以前的热门视频呢，都加上了中英文的字幕。对这部分呢，无私支持我的朋友呢，建明呢表示由衷的感谢。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呢，长期以来都经常的通过 PayPal 给了我打赏，真的建明十分感激。还有很多朋友呢，都经常在频道里面留言提出他们要把广告看完，真的非常感激你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支持。虽然呢有很多黄标，但是呢有广告时候还是有很多朋友都来支持我。那么会员频道开通以后呢，在会员区的朋友所看的这个会员节目呢是没有广告的，而且呢按照 YouTube 的规定呢，所有订立会员频道的朋友呢是可以随时退订的。那么目前呢，我就是打算把我自己的节目呢，在每周7天里面呢，拿出其中的1天，这一天呢，就是美国的周六，美国的星期六。那么亚洲时区，也就是中国所在的亚洲时区呢，应当呢是星期天了。我打算呢，是每周呢，在美国时间的礼拜6这一天，专门设置一个会员俱乐部。这一天我只为会员服务，也就是这些支持我和订阅我会员的朋友们，可以进入会员专享频道，看到呢每周6的这期节目。那么建明会挑选本周发生的，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大事件，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我在会员频道呢和会员朋友们呢专享这么一期节目，也就是为了回馈所有会员们对我长期的支持。以后呢，每周从1000期以后，每周的周六我会这么去做。那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可能有的朋友呢，他觉得他希望加入会员，也能够到每个周末、每个周六来参加这个会员专享的这个节目。那么你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加入，我都不知道你有会员频道。真的有不少朋友在我的留言区都讲，我不知道你开通了会员，我也不知道会员如何加入啊。那我就简单跟大家做一个示范，如何加入呢？也就是你要用电脑。手机怎么操作我不会，但是呢必须要用电脑，我知道的只能用电脑，就是你用电脑打开建明的任何一期节目，你打开任何一期节目呢，在整个这个节目的右下方呢，它有3个标签，一个标签是一个小铃铛，一个标签是订阅，还有一个标签呢，中文板块呢写的是进入，英文版面呢写的是 join。也就是说，你找到这个位置，你如果小铃铛没打开呢，你先把小铃铛打开。当然了，打开小铃铛的前提必须你先订阅，也就是你订阅了以后，然后把小铃铛打开，这样也就意味着我每期节目，包括会员网站发出来的节目，你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小铃铛对你的通知。然后呢，中文板块你就点进入，英文板块你就点 join。点击交易或者进入以后，你就进入到下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就是建明的会员网站的界面。这个界面一共有3档，这个3档呢，我把它区分为第1档呢，最粗的一档叫米粉档，米粉档是每个月要支付会员费6块9毛9。那么中间一档是铁粉档，铁粉档每个月要支付会员费是9块9毛9。那么最高一档是金粉档，金粉档是每个月要支付19块9毛9。因此呢，你就根据你自己想支持建明选择的某一档，然后点击这一档以后，然后再点击加入，然后你就进入到了下一个界面。那么下一个界面就是填写你个人信用卡各种付款信息的这个界面。你把这个信息全部填好了以后，然后最终点确认，你就加入了我的会员了。那么也就变成了你每个礼拜6，你呢就自动从我的会员网站上。我的会员专享节目，那么会员专享节目毫无疑问来讲，只会在所有的会员网站播出。那么其他的听众呢，也就是你们一周呢可以听到建明6次的节目，也就是从星期1到星期5，包括礼拜天。那么这一周6天，我还会像过去一样，一如既往为大家奉献我自己每天的建明推墙节目。可以讲，建明会一直坚持下去。推墙的事业是一个长久的事业。建明会保证日拱一卒，也就是说，我一直要战斗到共产党崩溃的那一天，或者是战斗到建明身体不能支撑、建明倒下的那一天。所以生命不息，我就战斗不止。请朋友们给我支持，我也一定不辜负朋友们对我的希望，把我的节目做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